线材选用无骨的牛奶棉以及3.5毫米的钩针。首先锁边起针，由包身的底部开始钩织。起针完成之后，接着编织30个辫子针。锁链完成之后，我们返回倒数第2针，在锁针的背面挑里衫的一根线，在这里钩织一个短针。在下一个锁针上同样挑里衫，钩织一个短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对应每一个锁针各编织一个短针，一共钩织29个短针。第一排结束，第2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。在第一个短针上挑上方的整个针目，在这里钩织一个短针。在第2个针目上编织一个长针4针的爆米花针。首先在同一个位置编织4个长针。4针结束，我们将钩针取下，然后返回第一个长针，由织物的背面入针，挑起整个针目，接着勾住原本的线圈，将线引拔勾出，这样完成一个爆米花针。在第3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。在第4个针目上同样编织一个爆米花针。首先在同一个位置编织4个长针。4针结束，我们将钩针取下，由织物的背面穿过第一个长针的针目，将前面的线圈一次性勾出，完成一个爆米花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我们按照一个短针一个爆米花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14组花样。第14组花样完成之后，在最后一针上编织一个短针。第3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，对应第2排的针数，在每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短针，一共钩织29个短针。第3排结束，第4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，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，在第2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爆米花针。与第2排的钩法相同，按照一个短针一个爆米花针的顺序，循环14组花样。第14组花样完成之后，在最后一针上编织一个短针。第5排继续锁1针，翻转织物。后面的部分不再赘述，按照前面这几排的顺序，一直钩到第13排即可。第13排结束，这样完成包底的部分。接下来我们钩织包身的部分。后面不需要断线，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，与前面的钩法相同，首先按照一个短针一个爆米花针的顺序，循环14组花样。第14组花样完成之后，在最后一针上编织一个短针。转到织片的侧面，在第1排侧边的空隙处编织一个爆米花针。第1组花样完成之后，在侧面剩余的位置再编织5组花样。我们在织片的侧面一共钩织6组花样。
前半部分完成之后，后半部分重复操作。在底边的位置钩织14组花样，在另外一侧钩织6组花样。第一圈一共钩织40组花样。第40组花样完成之后，在开始的第一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二圈首先锁一针，翻转织物，对应第一圈的针数，在每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短针，一共钩织80个短针。第二圈结束，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三圈首先锁一针，翻转织物，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，在第二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爆米花针，与第一圈的钩法相同，按照一个短针一个爆米花针的顺序循环40组花样。后面的部分不再赘述，针数不发生改变，按照一圈短针一圈爆米花针的顺序钩到第20圈即可。第20圈结束，这样完成包身的部分。接下来我们钩织提手的部分，在包身最后一圈的中间位置分别空出17个针目，在织物两端分别空出23个针目，用记号扣标好位置。在织物的背面开始编织，在第一个针目上重新起线，将线勾出，然后编织一个锁针，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，在第二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爆米花针。我们按照一个短针一个爆米花针的顺序循环11组花样。第11组花样完成之后，接着编织22个辫子针。锁链完成之后，跳过中间的17针，在另外一端继续正常编织，同样按照一个短针一个爆米花针的顺序循环11组花样。第11组花样完成之后，后面再编织22个辫子针。锁链完成之后，在开始的第一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二圈首先锁一针，翻转织物，在锁链的镂空处编织32个短针。第32针结束，在后面的针目上编织23个短针，后半部分按照相同的方法编织。第二圈结束，第三圈首先锁一针，翻转织物。我们按照一个短针一个爆米花针的顺序循环11组花样。第11组花样完成之后，在中间提手的位置同样编织32个短针。第32针结束，后半部分按照相同的方法编织。第3圈结束，第4圈首先锁一针，翻转织物，对应第3圈的针数，在每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引拔针，环形编织1圈即可。第4圈结束，这样完成整个包身的主体。接下来我们钩织提手织片的部分。首先锁边起针，然后编织10个锁针。10针结束，返回倒数第2针，在锁针的背面挑里山的一根线，按顺序钩织9个短针。
第一排结束，第二排首先锁一针，翻转织物，对应第一排的针目，同样编织9个短针。后面的部分重复操作，一直钩到第28排即可。织片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将它固定到提手的位置。提手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我们制作一个流苏装饰到主体上。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小物挂件进行装饰。接下来我们钩织包带的部分。包带利用双线钩织，首先锁边起针，然后编织4个锁针，接着返回第一个锁针，挑前半针的一根线，编织1个短针。在第2个锁针上同样挑前半针，编织1个短针。第3针继续挑前半针，编织1个短针。第4针同样挑前半针，编织1个短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在织物的外侧挑一根线，循环编织短针，钩到需要的长度即可。包带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我们准备2个开口环，将它固定到织带上。包带制作好之后，我们将它安装到主体上。现在我们这款可爱的奶油小包就完成了，尺寸刚好可以装下手机和一些随身小物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